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双截龙2代的重置版。人物我选择了兰斯洛特，他的平 A 距离非常的长，毕竟手里拿着武器。招式方面的重斩可以打2段，攻击力很高。另外还有一招绞刀，绞刀的攻击力要略低于重斩，毕竟它只有1段。但是使用的时候，人物会有一个向前的移动，可以躲过身后部分敌人的攻击。大招的方面是召唤梅林，发动一个大半屏幕的攻击，攻击力不是很高，并且这招是耗血技。在关卡的流程当中，我应该是主要使用重斩，还有这招绞刀。平 A 如果注意节奏的话，可以不把对面砍倒地，后面再接一些招式。这个原理有一点像快打旋风的摆拳。我感觉兰斯洛特捡回血道具的这一下姿势不太对劲，好像是躺在地上了，但是速度太快了，没看清啊。这里是打第1关的 BOSS 布鲁诺夫。小的时候玩红白机的版本，都是把它往屏幕的左边带，然后用铁膝盖把它顶下去。我估计玩过红白机双截龙2代的都应该那么干过。大家注意场景上这只猫，这只猫应该是双截龙系列的元老了，在街机的初代里边就能够见到的。而且这只猫特别大，墙上贴着2张悬赏的布告，看起来一个是阿波波，一个是威力。威力可是组织的首领，为什么他的赏金和阿波波是一样？阿波波到后面算是一个量产怪了。刚才我也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兰斯洛特的防御，防御的性能还算可以，但是双截龙的系统一般是没有防御这一下的。我为什么说一般呢？因为前一阵给大家录制了超任平台的双截龙回归，里边是有格挡的，并且可以格挡反击。布鲁诺夫是不会复活的，你把他的血条打没了，也就是没了。这一点和原版不太一样。之前我应该给大家录制过街机版的2代，
机版的剧情和红白机版不大一样，没有玛丽安复活的那段，而且2代的副标题就是复仇。这样的话，双截龙系列的剧情就出现了分支，一个是美版，一个是日版。一个玛丽安在2代里边就扑街了，3代里边打的最终 BOSS 是埃及艳后。另外一个分支，2代里边玛丽安复活，3代里边的 BOSS 就是暗黑玛丽安。实际上，这就是一个官方的吃书行为。第3关的直升机场景，右边可以把敌人打下去。红白机版本是有一个门，不断的开关，打开的时候有气流的压力，会把这些人推向门口。刚才我把敌人推下去，发现边缘的判定和贴图不一致，所以说我应该离得远一点。这波敌人给了3个，说明杂兵要清干净了。BOSS 战是2个阿波波，有坑就是好啊！不管多少血的敌人，推下去就没了。这个版本应该还可以使用亚瑟王，但是我试玩了一下，亚瑟王没有莱斯洛特好用，攻击范围要小一点。这个重置的版本对于2代的过程的还原度还算可以。原版这里就是坐电梯一个过场，但是重置版加上了一段作战，而且这个电梯也太宽敞了吧！2下平 A， 一个重斩，打2套就是敌方的1格血。大家注意，刚才兰斯洛特捡血这一下，我应该没冤枉他，他肯定是躺在地上捡的。杰夫在街机的初代里边就登场了，如果你没有后肘的话，还是一个比较难对付的敌人。这个地方竟然出现了2个扔飞刀的敌人，这种杂兵叫做罗文或者是罗帕，飞刀也是可以防的。这里就是 BOSS 战，但右边的传送带是利用不了的。传送带这部分应该是取自于街机的初代。
一般的打法都是把 BOSS 推下去。第5关是在森林，一起上来3个琳达，这个我有点顶不住了，被抽了一遍。我记得我原来可以来着，别说3个了，5个都行啊。但是你要给我中场休息的时间。这下来了4个，我要注意一下输出节奏了，不要影响发挥。5个，这一段体力消耗的不小啊。好险，这一飞刀差点打到河里边去。我的站位如果刚才稍微向左一点点，可能就掉下去了。拿着棍子的是2个呀，他们2个的走位太一致了，重合了，我还以为是1个呢。这样看起来，兰斯洛特的身材也太魁梧了，比阿波波还要宽1圈儿。再加上他拿着武器，攻击的距离就更远了。这里第一次出现了陈清明，也叫陈敬明，3代里边老陈的兄弟。这个地方大家看屏幕的右上角有一个建筑，这张贴图可能很多当年玩红白机版双截龙2代的小伙伴比较熟悉，尤其是你经常看2代的过场的动画。说明这就是下一关的战场。我这里有一个回血的道具，所以就不慌了。吓了我一跳啊！突然冲出来一个 BOSS， 给了我一记铁山靠。刚才减血这一下看得清楚，确实是躺在地上，而且腿是抬起来，不知道有没有暂停成功的小伙伴。这个场景的精英怪太多了。敌人还在不断的刷新。原来把精英怪推倒就算完事儿了，早说呀！费这么半天劲。大家看墙上有个洞，所以说兰斯洛特不是走的门，是砸墙进来的。
我的站位比较靠上，我怕走下去啊。4个拿着鞭子的琳达，这个我喜欢啊！你们4个一起上吧。这个场景我有印象，但是这个地方少了一个高台呀。小的时候玩红白机版本的2代，就站在高台上，在中间站着，让敌人往上跳。他跳上来的时候，我就使用一个旋风腿把他踢下去。哇，这个地方地板上有机关啊！但是如果说到竹枪的话，应该是红白机版本的3代才有。所以这里一上来我中招了，因为我不知道啊。这个家伙怎么走过来的？我把他推进去，再让他演示一下。后2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还来。快点通过。来了3个阿波波，右边的这个货是怎么走过来的？我感觉他若无其事的，好像都没有走位。我发现重置版本少了一种敌人，拳击手。最早在第2关就应该出现，但是一直也没有。拳击手那个敌人叫做右手，我之前还录制过一期使用拳击手的版本。但是拳击手的性能不是很好，移动的速度太慢了。这个阿波波怎么让人给绿了呀？不愧是第7关了 ，BOSS 的位置精怪非常多呀。血量也不少，我拿着刀都要砍半天。还有，
左边又刷了俩，这个数量有点过分了，感觉这里砍了不止10个。我也没说那句台词啊，我也没说我要打10个呀。差不多了，看起来是不刷新了。BOSS 有点厉害啊，顶着刀撞了我一下。第8关的这个坑的位置空隙太小了，我不敢去利用，我怕一下把我打下去。这里面的小兵的血量都有多于1格的了。我感觉我站在空隙的位置啊，应该扎不到我呀。看来需要一口气走过来。这里同时面对了5个敌人，这是迄今为止最多的吧。上面的机关2杆枪应该也是生效的，有攻击判定的。这角刀的性能真的好。如果圆桌趋势的原版把这招加入进去的话，那打起来一定很爽。这个场景看起来要打影子。要清理一波忍者，忍者会扔飞刀，扔得太快了，我没来得及防御。还会突进技。影子来了，2只。哎，这个不公平啊！红白机版本的话，应该是双打才打2个影子吧？单打我记得就1个呀。而且我使用的是兰斯洛特。你来影子的话，至少来2个兰斯洛特吧。结果来了比利和吉米的影子。这里边他好像是不会附身，只是一个移动。从地面钻出来的一下是有攻击判定的。
最终 BOSS 在第一个场景应该会隐身来着。小的时候玩红白机的2代，刚遇到这个家伙的时候，感觉他真厉害啊！首先就是咱们最厉害的招式铁膝盖，他是不大吃的。另外，他的攻击力非常的高，他跳跃的旋风掌一下能够打掉咱们4滴血，红白机版一共才8滴血。后来发现咱们站在那不动，一直按拳就可以了。2形态的血量真多呀！刚上来的时候是黑色的，然后是白色、蓝色、绿色、橙色、黄色，至少是6条血。2刀1个重斩也要输出12次。真是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啊！面对着莱斯洛特 ，BOSS 完全发挥不出来。最后来一发梅林。那好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双截龙2代重置版，使用莱斯洛特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